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三叔的频道。因为计划着还要去芭提雅海边玩水，所以早上8点半，小朋友们早早就醒了，拿出昨晚从711买回来的早餐，有牛奶，有三明治，有咖啡。他们要早点吃，快点吃，然后抓紧时间再去玩水游泳。毕竟在芭提雅只有半天的时间享受了。今天的芭提雅阳光明媚，蓝蓝的天空中飘着几朵绵云，放眼望去，海滩上几乎没有人。可能芭提雅的游客这时候大都还在睡觉吧，毕竟这边的夜生活是多姿多彩的，蓝天白云对他们来说似乎并没有很大的吸引力。一溜烟的功夫，小朋友们已经跑向沙滩了。我独自走向酒店的吸烟区，还别说，上午的时光确实很精彩，不仅阳光好，关键还特清静。此时也特适合晒着太阳发会儿呆呀。之前咱们也提过，这次到泰国玩，来芭提雅算是临时增加的一天，只是想让小朋友们在海滩玩玩水，所以芭提雅本地的一些知名的地标景点都没有在这次旅行计划内。大上午的，大太阳晒着，海滩上几乎没人。海滩边上是芭提雅海滩路，也算是一条海滨风景大道吧。路边几乎全是餐厅和酒店，据说这里也有东方夏威夷之称。沿着海滩路往南走就是芭提雅海滩。眼前看上去是一座小海湾，在前面最尖角的山上有一个芭提雅观景台，也叫将军山观景台。据说那里原先是驻泰美军基地的一个俱乐部，现在应该是与泰国海军有关的地方。因为在海边的山上，所以山上的观景台也是芭提雅的制高点。游客在此可以俯瞰美丽的芭提雅市区和海湾全景。那里还有一座泰国皇家海军之父春蓬将军的纪念碑。从地图上看，绕过将军山观景台，再往南又是一片小海湾，同时还是宁静的海滩。芭提雅的海滩从北到南分为好几段，总长大约有10几公里，大致上分为黄埃买提海滩、北芭提雅海滩、芭提雅海滩以及中天海滩等等。现在小朋友们玩水的地方，严格来说应该叫北芭提雅海滩。站在沙滩上向海中望去，一座海岛就是格兰岛，当地人也称之为珊瑚岛。格兰岛尽管是芭提雅最大的外岛，但其实并不大，长约4公里，宽约2公里。据说岛上常住的人口约1000人，有一座村庄、一所学校、医院和几家餐馆和旅店。另外，岛上还散布着6处迷人的海滩。同时还开展着许多水上的项目和潜水活动。格兰岛距离芭提雅海边大约有8公里，通常游客乘坐快艇或者渡船过去。如果时间富裕的话，到那里一日游应该还是挺不错的，感觉有点类似于三亚的蜈支洲岛。
小朋友们顶着大太阳在海边玩得不亦乐乎，幸亏防晒霜抹得足，否则这一上午肯定得晒伤了。我也激动地脱掉上衣，痛痛快快地晒晒太阳。这次也会跟当年去三亚、去云南、去青海、去新疆、去西藏一样，不出3天就能变成当地人了。不知不觉中午11点了，小朋友们离开了海滩，回到酒店游泳池继续游泳。这个时候游泳池人也不多，找个躺椅躺下来继续晒太阳吧。芭提雅位于曼谷东南方向约150公里，隶属于春雾里府，面向广阔的暹罗湾。半个世纪以前曾是个小渔村，如今已演变成了一个多姿多彩、活力十足的海滨城市，被誉为东南亚首选的海滨度假胜地。当然，这里最吸引人的其实并不是海滩了。芭提雅步行街可以说是全世界最开放的一条街，据说丰富多彩的程度那绝对是当然小朋友们来玩只在海滩就好了。不过还有2个地方应该会挺适合小朋友们游玩的，一个是芭提雅北边海边的真理寺，可能它并不叫寺庙，所以又名为真理圣殿。其最显著的特点就是纯手工雕刻全木质结构，其内部分布有天堂、地狱、父系、母系、月亮、太阳和星星7大部分，完整地体现了泰国哲学中的对生命、轮回、宇宙和乌托邦的观念，是小朋友们了解泰国文化不可错过的地方之一呀。另外，在芭提雅据说还有一座韩国天堂3D 博物馆，小朋友们可能也会比较好奇的。除了这些，在芭提雅也有大象村、水上市场、泰拳世界等可以休闲游玩的地方。这次来我们就都不去了，也算是为下次再来留下一些理由吧。昨天半夜出来抽烟的时候，特意到前台问了问房间里免费的饮用水，以及是否可以下午延时到2点退房的问题。没想到房间里2瓶玻璃瓶的水是免费的，如果不够的话，还可以打电话到前台，意思是还可以免费再送3瓶。不过这里的水是玻璃瓶的，不能带走，路上喝呀。那下午2点退房也是没有问题的。大约中午12点半，小朋友们从游泳池里出来，晒会儿太阳，很快就干了。回房间洗个澡，换好衣服，准备退房出发吃午饭，然后返回到曼谷。
昨天入住的时候，小朋友们还收到酒店的一张卡片，意思是每人有一杯免费的饮料。正好我们动作快，先去品尝品尝，休息休息，顺便研究一下午餐想要吃些什么。最后小朋友们一致决定，午餐还是去21航站楼找个快餐解决吧。正好下午去大巴车站也顺路。那从芭提雅到曼谷怎么走最方便最合适呢？咱们下期继续吧。同一个旅程不同的主张，有什么问题请留言，欢迎转发点个赞。最后别忘了下期内容更精彩，记得关注三叔，我们不见不散。往里走吧。